大家好，都吃了没？欢迎来到三三农业史话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故事，那就是农业的起源。农业的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，它标志着人类从依赖自然向主动改造自然转变。农业的起源为定居生活、人口增长、生产力提升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奠定了基础。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稳定地获取食物，促进了社会分工、城市发展，并最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。话说几万年前，我们的老祖宗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：今天的早餐在哪里？那时候人类的生存模式就是采摘与狩猎，用大白话说就是走到哪吃到哪，看到什么能吃就往嘴里塞什么，看见什么能抓就去抓什么。那时候的人类饿肚子是常态。今天你可能运气好，捕到了一头野猪，全族人都能饱餐一顿，明天可能就一无所获，大家就得饿着肚子睡觉。为了找吃的，随时可能面临危险，狩猎大型动物随时可能被反杀，采集野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毒，他们居无定所，这块的食物吃光了就得搬家，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地。他们就是一群流浪地球的先驱。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大约12000年前，地球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气候变化，也就是冰河时代结束了，全球气温开始回升。这听起来是好事，对吧？冰雪消融，万物复苏。但对于当时的狩猎采集来说，这却是温柔一刀。因为随着冰川的退缩，那些适应寒冷气候的大型动物，比如猛犸象、剑齿虎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了。这意味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块肉是越来越难找到了。同时森林和草原的面积扩大，新的植物种类开始繁殖，其中就包括一些不起眼的野生谷物，比如野生小麦、野生大麦，还有水稻的祖先。一开始人类可能只是把这些野生谷物当作应急的食物，它们颗粒小，收集起来费劲，远远不如捕获一头野牛来的划算。但随着大型猎物减少，这些小点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饥肠辘辘的采集者偶然发现了一片茂密的野生谷物，他随手摘下一些带回营地，也许在搬运的过程中，一些谷粒不小心掉落在营地附近。等到来年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去年谷物掉落的地方竟然长出了谷物。这种无心插柳成荫的发现，可能就是农业的萌芽。人类开始意识到，这些植物似乎可以管理起来，甚至可以种植。农业的起源可不是某个天才灵光一闪就发明出来了，它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，是人类与植物、动物之间一场
长达数千年的驯化博弈。想象一下，面对漫山遍野的野草，你怎么知道哪些有潜力？我们的祖先就像史前的古民，得有一双火眼金睛，从千千万万的野草中挑出那些潜力股。这些潜力股种子的比较大，种子还得是不容易脱落的，否则收割起来就很麻烦。选择好品种后，人类开始尝试有意识地播种。他们把收集到的种子撒在营地附近，或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开垦一小块地，这就像给植物提供一个幼儿园，让它们集中生长，方便管理和收获。农业驯化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，而是需要祖祖辈辈的接力传承。这里有个感人的故事，比如玉米的驯化，从最初像狗尾巴草一样的大除草，到现在硕大的玉米棒子，用了足足5000年，这相当于200多代人的努力。我们想象一下，第一代人们发现大除草的种子能吃，到第50代大除草的种子稍微大了一点，到第100代种子就更大了，也更好吃了，直到第200代终于长成了我们今天的玉米。每一代人都只能看到微小的改变，但他们坚持选种播种，把希望传递给下一代。正是这种愚公移山式的坚持，才有了今天丰富的农作物。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很多重要的改变都是源于意外的惊喜。小麦的故事就特别有趣。野生小麦本来是个2倍体，14条染色体，后来它谈恋爱了，和另外一种野草杂交，变成了4倍体，28条染色体。再后来又和第3种野草组建了3人行，最终变成了6倍体，42条染色体。这就像植物界的复仇者联盟，3种不同的野草合体，创造了超级英雄现代小麦。动物的驯化也同样精彩。最早被驯化的动物是哪一种？你可能猜到是狗。它们本来是狼，因为人类营地附近有些食物残渣，它们就开始靠近人类营地。慢慢的，人类开始通过食物诱惑并捕捉圈养，于是狼就慢慢变成了人类最忠诚的朋友狗。接下来是牛、羊、猪、鸡，这些人类早期的老搭档陆续被人类圈养驯化。有意思的是，农业的起源并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专利，而是全球多个地方几乎同时发生的创业大赛。考古学家发现，在距今1万到8000年前，全球至少有8个地区独立驯化了农作物，就像8个不同的创业团队在不同的赛道上开始了各自的农业创业。首先是西亚的2河流域，世界上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农田出现在1万年前的西亚新月沃地，一个从今天的以色列、约旦延伸到叙利亚、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弧形地带。因为这片土地的形状像一弯新月，所以被称之为新月沃地。
这里气候适中，还有2条大河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，真是妥妥的农业黄金地带。所以西亚的创业团队最早起跑，他们驯化了小麦和大麦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帝国。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、最早的文字、最早的法律、最早的国家。可以说西亚就是农业界的硅谷。接着是中国的2河流域，北方的黄河流域驯化了小米，南方的长江流域驯化了水稻，形成了南米北溯的经典格局。特别是水稻，这可是世界上最精细的农作物，要挖沟引水插秧，比西亚的沙洲文字复杂多了。中美洲的传奇是玉米，玛雅人的祖先是植物育种大师，前面我们说的玉米就是他们的杰作。为了实现生态种植，玛雅人还发明了玉米、豆类、南瓜的种植模式。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不仅生态，还解决了营养搭配问题。世界其他的创业明星还有南美的安第斯山脉，8000年前他们驯化了土豆、藜麦；北美的东部4000年前他们驯化了向日葵、南瓜；大洋洲的新几内亚7000年前他们驯化了香蕉、芋头；非洲的东北角，也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，4000年前驯化了高粱、非洲稻、苜蓿；亚马逊流域8000年前他们驯化了甘菊、辣椒。是不是很有趣啊？这些地方相隔万里，没有电话，没有微信，不同地区的人类祖先根据自己的环境特点，选择了不同的创业赛道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在差不多的时期都凭借自己的智慧找到了吃饭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。农业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类吃什么，更彻底改变了人类怎么活。这场定居革命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。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活就像史前背包客，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走。但是一旦开始种地，就必须定居，告别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庄稼需要照顾春天要播种，夏天要除草浇水，秋天要收获，冬天要储存种子。这就像养孩子一样，不能说走就走了。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房奴诞生了。为了照看庄稼，必须在一个地方住下来。定居生活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。狩猎采集时代，一个女性平均4到6年才生一个孩子。农业时代，定居下来后，女性2到3年可以生一个孩子，再加上粮食的稳定供应，因而死亡率降低，人口开始指数级增长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农业出现后，人类人口从几百万迅速增长到几千万。有了农业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业分工。专职农民就负责种地，手工艺人就负责做陶器、织布、打铁，商人负责商品贸易，管理者负责组织生产、分配资源，技师负责解释自然现象、主持仪式。
这种分工就是现代社会的雏形。没有农业就没有专业化，文明也就无从谈起。农业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人类的创造力，点亮了文明的曙光。文字开始出现，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苏美尔的楔形文字。你猜文字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它不是用来记录英雄史诗，而是用来记账的。比如今年收了多少粮食，交了多少税，还欠谁多少债，总之还剩下多少。为了记录这些流水账，聪明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。后来文字越来越复杂，开始记录法律、历史、文学，最终成为传承文明的工具。数学开始萌芽，古巴比伦的数学也是从农业需求中诞生的。怎么计算田地面积，怎么分配收成，怎么计算税收，怎么规划水利工程。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人类发明了算术、几何、代数。天文学也开始萌芽。农业最讲究时机，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收获，这就需要准确的历法。于是我们的祖先开始仰望星空，观察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的运动规律，制定了最早的历法。古埃及的365天历法，中国的24节气，都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。可以说是农业把人类的目光从地面引向了天空，从现实引向了未来。宗教也开始兴起，农业让人类深刻体会到自然力量的伟大。风调雨顺就丰收，干旱洪涝就欠收。于是各种农业神灵应运而生。中国的神农氏是农业之神，希腊的德莫忒尔是谷物女神，埃及的奥西里斯是农业和植被之神，玛雅的伊特萨姆纳是玉米之神。宗教不仅是精神寄托，更是组织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。私有财产观念开始萌芽。当你辛辛苦苦种了1年的地，收获了满满的谷物，你会认为这些谷物就是你的劳动成果。于是我的和你的这种概念开始出现，私有财产的观念逐渐形成，复杂的社会结构开始构建。随着人口增多，村落扩大，管理也变得复杂起来，需要有人来组织生产、分配资源、解决纠纷。于是部落首领、祭司等角色开始出现，最初的社会管理体系逐渐建立。从新月沃地的第一把种子，到席卷全球的农业革命，人类用智慧和汗水改写了地球的命运。农业不仅让我们吃饱了饭，还让我们有了家园，有了城市，有了文明。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无意间播下种子的瞬间。从1万年前的第一粒种子到今天的现代农业，人类走过了一条充满奇迹的道路。当你吃着香喷喷的米饭，嚼着劲道的面条时，记得想想我们祖先的伟大创举。他们用几千年的时间把野草变成了粮食，把荒野变成了家园，把原始部落变成了文明社会。下期我们接着留在原始社会，
一起去领略女人的黄金时代。感谢你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